闽菜佛跳墙如何变身粤菜新贵？国民美食小龙虾落户广东，经历哪些蜕变？象拔蚌邀约虾酱是怎样的味觉旅程？无论出身派系，凡好必纳，在融合中蜕变，在模仿中创新。老广的味道第7季之粤食无界。食不过1日3餐，但对于食顺的琢磨，老广们从不偏安岭南一隅，也从未停止过向其他菜系的借鉴与尝试。但凡遇到有可取之处的美食，都会按自己的口味改造一番。对老广而言，食事无边界。你睇下想買啲乜嘢？我哋有好靚嘅佛跳牆啊！我啲佛跳牆全部用乾貨海味做嘅。佛跳牆，福建名菜的头部 IP。这个名字有一种说法是福州土话“福寿全”的谐音，还有一种说法因其浓郁荤香，味中有味，于是有了“弹起荤香飘四邻，佛闻气禅跳墙来”的夸张比喻。这道可以把出家人拉回俗世的大杂烩流传至今，演变得可浓可淡，可繁可简，但通常少不了一个重要的主料。靚仔你好啊，靚仔，今日鮑魚靚喎，平時話7蚊隻，啱咪計優惠啲啦。脍炙人口的佛跳牆要走入寻常百姓的餐桌，必须降低主料的成本。佛跳墙一哥鲍鱼，从曾经珍稀的高级食材，到如今普通菜市场也能窥见其身影，得益于现代的大规模养殖。11月，南方刚刚入秋，近海镇古老炮台的脚下，岸边不远处的鲍鱼养殖场，工人们正在忙碌着。如果做水准备这个水备呢，好不？现在我们是在做育苗的准备工作，这个准备工作准备得好，以后苗生长得也比较好。秋季是鲍鱼繁殖的季节，鲍鱼喷出体外的精子和卵子，通过复杂的技术进行人工干预，孵化出来的鲍鱼苗比灰尘还小。陈华生的养殖场正在准备迎接新一批鲍鱼家族的到来。怎么过这么长时间还没到呢？与商家预约的时间已经过去近2个小时，鱼苗的情况如何？陈华生的心里有些忐忑。到了。稀食袋要放60口。先把这个袋子里面的温度和池里面的温度先拉近，然后等一下再倒。这个灰色的就是鲍鱼卵。一口池有20-30万的量。看着悬浮在水中的鲍鱼幼苗，陈华生悬着的心算是落地了。这是龙须菜，我们用来喂鲍鱼的，但是每一口你要控制这个投菜量，就1个晚上把它吃的差不多就好。16年的经验，陈华生对鲍鱼养殖如数家珍。之前做电器生意的他，刚入门也是不得其法，踩过无数坑。陈华生养成鲍鱼，靠的是一股牛劲儿。那个时候技术一点都不懂，白天就养鲍鱼，晚上就看书，走火入魔一样。现在我们厂有1万多立方水体。鲍鱼养殖对水质要求非常高，直接引进海水无法养活。陈华生
自有办法。我们从沙层底下打2米深，用12寸的塑料管包20目到40目的塑料碗，清晰度跟矿泉水一样，24小时不停的流。陈华生想挑战难而正确的事情，他的努力也终于得到回报。如今养殖场每年有成品鲍近50吨，鲍鱼苗3000万粒。陈华生们的努力让鲜活的鲍鱼进入寻常百姓家。煎、炸、蒸、煮、煸、炒、烤，怎么做都是餐桌上的主角儿，其新鲜和甜美的肉质总是让人垂涎3尺。鲍鱼去内脏，切花刀。上好的五花肉切小块儿，入调料，红烧至7分熟。加入鲍鱼后一起焖。丰腴肥美的2味食材相见恨晚，香气馥郁浓烈。五花肉入口即化，鲍鱼吸饱的油脂更增添鲜美。加笨啊！来给这。好。这个意境就不一样了，是大海赐予我们的。知己朋友难得相聚，趁着国庆长假，陈华生以鲍鱼享宾客，其乐融融。秋高气爽，风轻云淡，正是晒制干鲍的大好季节。陈华生每年都会把一部分的鲍鱼制作成干鲍。我们这晒干鲍只是挑那些比较肥厚的，一天还要翻3、4遍，才能晒得均匀。这10斤鲜鲍才能够晒出1斤干鲍。晒好的干鲍身干形正，厚厚的肉足呈半透明状。随着时间的延长，盐分析出表面，中间通透，并且有红色糖心。这样的干鲍才是老广们的心头好。姐姐，拜拜。张泽峰1989年就开始在广州伊德路买卖干鲍，因为对各种干鲍非常熟悉，朋友们送外號“鲍魚風”。點樣睇隻鮑魚喺交配前同交配後咧，就睇到佢個厚度，由佢厚度嚟睇。如果薄身嘅咧，肯定係交配後嘅啦。呢隻鮑魚一睇就知道佢係交配前嘅啦。干鲍雖然貴重，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會做成美味佳肴。這讓張澤峰深受啟發。有個朋友人哋送咗佢盒鮑魚，佢都唔識整，擠咗喺鞋櫃好耐啦。所以我哋咧將呢啲乾鮑做成半成品，1加2就可以食。即食產品方便了顧客，同時也拓寬了干鲍的銷路。用干鲍做的菜，最豪華的莫過於經典名菜佛跳牆。鲍魚、海參、花椒、干貝等幾十種主輔料。港式嘅佛跳牆咧，就有雞、豬腳、豬皮、大地魚、我哋嘅大骨、螺頭、碎嘅瑤柱、雞腳，然之後鮑魚咧擺喺中間度，繼續仲擺多一層肉，大概加30斤水，經過20個鐘頭熬出嚟嘅鮑汁咧有8到斤。嘅乾貨咧都要成個星期先可以發好嘅。仲有我哋嘅鮑汁，滾佢大概20到30分鐘就可以食㗎啦，方便快脆。在歷經猛火、文火交替的淬煉，數小時之後，終得一壇佛跳牆。包好的佛跳牆，開蓋的一剎那，濃香撲鼻，直入心脾。
几十种原料微于一谈，各种材料烂而不腐，互为渗透。再配上一碗捞饭，色泽金黄的汤汁顺着山丘般的米粒儿流淌，大海的鲜香与米饭的甘甜交织，特别适合寒冷的冬季。嚟啊，先食佛跳牆啊，趁熱食。久负盛名的佛跳墙就这样被借过来，完成了从闽到粤的蜕变。而张牙舞爪的小龙虾，老广们则不做改造，直接纳入餐桌。整份麻辣小龙虾。夏天，又到了1年1度小龙虾上市的旺季。广宁县城里不多的几家宵夜档挤满了客人。小龙虾因其肉味鲜美，在近几年成为风靡全国的热门食物。看着堆成小山的虾壳，正是香在舌尖儿，美在心田。小龙虾又称克氏原螯虾，大约是在1929年引入中国。小龙虾多来自湖北，但也有广东肇庆本地的产品。8月，大信村里水稻收割完成，收集废弃的稻草成为程世乐和妈妈的工作。哎，这个稻草好东西啊，运出来，让那个苗长得快。程世乐的养虾技术是一个偶然机会，跟湖北的朋友习得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，生意难做，他干脆放弃一直在做的刹车片业务，回到家乡租了40亩鱼塘，开始了养殖小龙虾的生涯。这个月正值小龙虾的育苗期，程世乐为小龙虾幼苗找食操碎了心。现在育虾苗期间，每天早上都要一早起来磨这个豆浆，因为那个虾苗现在还吃不了那个颗粒料，只能磨一点豆浆，让它增加蛋白质。小龙虾属于淡水中个头较大的虾类，存活率最高可达98%，其食性很杂，水草、藻类、昆虫、动物尸体都是它们的粮食。程世乐在虾塘里种满了黑藻，作为小龙虾的饲料。这段时间没有时间打理，所以我现在要把它捞一部分起来。不然的话，草太多，容易让那个虾缺氧，会大面积死亡。斗转星移，2个月左右，虾苗经过几次蜕壳，体重在4钱至8钱不等时，就可以捕捞售卖了。每天天刚亮，程世乐就在霞光中用虾笼开启了一天的劳作。呢啲蝦大隻，個頭大，啲水係山泉水嚟嘅，山清水秀。嗱，我哋養啲蝦，啲蝦肺都係白色嘅。呢大蝦6以上，1兩唔封頂嘅呢啲。呢個中蝦呢就4、5、6。虾养得好，求购的人自然也多。啲蝦點賣㗎？中蝦28，大蝦35。好，唔該晒啊，老闆。慢慢啦嚇。
依家平均每日都係撈到80到100斤，一日好快都賣晒啦，供應本地市場都唔夠。程世乐想提高产量，无奈养殖的水塘面积太小。呢塊稻田，我就係想同埋啲村民合作，渡蝦共養，實行雙收。嗱，呢一塊就係我嘅試驗田，種咗蓮藕，投咗蝦苗落去，就係到時睇下啲蝦嘅產量去到幾多。小龙虾的处理也有技巧。扯住尾扇，轻轻一拨，连着的虾肠就会一起出来。鳃和胃含有太多杂质，剪刀斜着一下，顺着虾背再剪一刀，就算清理完成。闲不住的父亲不下地的时候，也会过来帮忙。哇，不带头的出水一样。每一个回乡忙碌的新农人背后，总少不了父母帮忙的身影。程世乐养虾之前，还跟人学过2年的厨艺，只要有空，家里的厨房就是他的战场。平時啲親戚朋友過嚟食飯咁，都係我煮餸㗎嘛。小龍蝦肉質較粗，烹製手法以簡單粗暴。小龍蝦入鍋油炸，切成熟時撈起瀝乾，熱油炒香配料，放少量水，再加1瓶啤酒，倒入小龍蝦，加入13香或者麻辣配料，焖煮15分鐘。入味后起锅，13香小龙虾香味浓郁，久食不腻。麻辣小龙虾辣而不燥，咸鲜而香。蒜蓉小龙虾做起来比较容易，热油把蒜末爆香，放入油炸之后的小龙虾一起焖煮入味即可。蒜蓉小龙虾香味清淡，虾本鲜甜，蒜末更增一臂之力，令其味道鲜美加倍。要咩啊？我大呢，我大呢。10月，就在这一批小龙虾出完之后，程世乐在隔壁村又租了150亩地，摘莲藕跟小龙虾一起混养。程世乐觉得，找好目标后，就得扎扎实实做好手边事，一步步实现梦想。静静的晨曦，散落在广州的大街小巷。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城市，被街上的车流唤醒，朦胧着睡眼，迎来新的一天。辉哥早。早。黄景辉是广州文华东方酒店中餐厅的主理人，虽然此时并未到后厨上班时间，但他早早的就来到廚房，開啟了這一天的序幕。我都咪日日咁早翻嚟嘅，未到上班嘅時間，對啲細佬係一種壓力。琴晚諗咗幾個菜，今朝翻嚟實現下。呢一道菜咧係啤酒鮮鰻魚膠煮黃魚。首先咧將黃魚煎香，大火浸入啤酒，小火慢煮，大火收汁。黃景輝16歲就從老家到廣州學廚，靠着吃苦耐勞、勤學苦練，僅4年時間，就從小工飛躍到大廚，直到如今一人主理文華東方酒店旗下的幾家餐廳，
他尤其喜歡自己設計菜品。做粵菜咧，最大嘅特點就係吸收其他菜系嘅精華，博取眾長，融貫中西。我有個良好嘅習慣，就係要將研發好嘅菜品咧進行標準化嘅 SOP。正是這種終身學習的習慣，黃景輝主理的文華東方酒店江餐廳，連續3年蟬聯米其林2星。黃景輝朋友多，他經常會約上3、5知己，在他主理的另一家餐廳穗吉院子小聚，並親自主理菜品，以享友人。為此，他經常出外尋找新鮮的食材。台山海域環境優異，是廣東4大名蠔台山蠔的傳統產區。每年11月至來年4月，正是生蠔肥美嫩滑、鮮甜爽口的時候。營養豐富的台山蠔成為黃景輝隱藏菜單上食材的首選。台山生蠔生長於鹹淡水交匯處，連片生態優良的淺海水域造就其出眾的品質。哇，夠晒哇！啲生蠔嫩滑，呢隻蠔可以做得金蠔。冬季暖陽高照，朔風徐緩的日子，正是曬製金蠔的大好機會。精選優質的新鮮生蠔，在表面氧化的同時，脫除掉一定的水分，其表面就會呈現出淡淡的古銅色，這就是常說的金蠔。呢隻台山金蠔，曬大概1日脫掉50%嘅水分。生曬金蠔的營養物質沒有經過水煮而流失，但因為曬製之後，其口感及香味又非常的獨特，是難得的高級食材。飛哥，呢啲就係我哋嘅金蠔啦。呢種靚啊！呢隻招牌，好香呢隻。整個我要這個，幫我帶10斤。好啊。這個品質不錯。廣州市黃沙水產品中心批發市場匯聚了世界各地的水產品。黃景輝決定買一些國內少見的海鮮。啲象拔蚌可以啊，呢啲。象拔蚌生活於泥沙中，象拔蚌的紅管大且多肉，其味道也特別好。象拔好似啲象鼻咁啊，北美冷水區嘅蚌肉咧會特別鮮甜。哇！呢隻象拔蚌勁啊！呢個廣東之王啊！象拔蚌一般都係刺身嘅食法，今日咧改做一個雞湯秒灼烤切加拿大象拔蚌。走地雞清水包滾出味，僅留清湯。象拔蚌洗淨，只取紅管，切成4方厚塊，放入滾燙的雞湯汆燙10秒，與蝦醬芥蘭一起擺盤，清新雅致。象拔蚌外表已經燙熟，內裡卻剛剛脫生，爽脆甘甜。因為蝦醬的激發，象拔蚌的鮮味得到了更大程度的釋放，回甘更加強烈。金蠔、黑松露這2種食材碰到一起，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呢？呢道菜就係將2種中西頂級嘅食材充分融合喺埋一齊。金蠔先用油煎香，再用爆汁燜煮，搭配上溏心乾爆，濃稠的爆汁燻香，夾雜着金蠔的腥香。撒上黑松露之後，絲絲縷縷的奇異香味進入鼻腔。蔥葉數切加油，及調味料拌勻。新鮮瀨尿蝦只取其肉，外包春捲皮，炸至蝦肉剛剛脫生，然後選取俄羅斯鱘魚魚子醬，與炸蝦菇搭配，
鱼子酱微腥味咸，首先在口腔爆开，然后是酥脆的炸虾外壳，再咬进去才是满口虾菇的鲜美，口腔中的层次突然变得鲜明。周末是黄景辉邀约知己好友相聚的日期。好，走，上一天了。黑松露的异香袅袅，而后是爆汁和金蚝的味道渐变得浓厚，让味觉得以沉实。在美食美酒之间追求平衡的吃宴由来已久，创意融合的海鲜食材用啤酒搭配，可以提其鲜味儿。来自德国的蓝莓啤酒采用独特的11度和16度双温酿造工艺，更唤醒层层麦香，与海鲜丰富的口感相得益彰。飲勝喎，啊，飲勝啊，飲勝。这蓝莓啤酒确实不错，大家多喝几杯啊！酸菜鱼是川菜的一道经典菜品，以其独特的烹调技法而著称，是川菜走向世界的开路先锋之一。酸菜鱼传入广东之后，可谓遍地开花。但凡跟川菜有点关系的食肆，都少不了这道菜。爱吃爱钻研的老广们不断地对酸菜鱼进行改良，让其适合本地人少辣微辣的口味，或者在原料上进行新的选择。笑笑，哦，大条的。阿叔，他这个鱼怎么样啊？这鱼好啊。你莫怕挨挖，挨不下去别挖，挨不看到你卖吧。这种藏在深山里、卖家不愿过多宣传的鱼，不过是普通的鲩鱼。只是经过当地村民特别的方法养殖之后，才会远近闻名，身价高起不下。红冠镇中堰村四周高山围绕，在这个半山腰的山间平原里，星罗分布着20-30户人家。一条山溪由南到北蜿蜒地穿过村落，山溪欢悦叮咚，潺潺流动，在其两旁分布着大小不等的数十个水坑，宛如一根绳子上连缀的许多气球。打上来了。每天早上，村民邱红云就来到自家挖的水坑边上，查看坑里的鲩鱼。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有1-2个这样的水坑，都是用来养鱼的。别看这些鱼很普通，长大了以后可是很能帮补家用的。我们都会留几条，过节家人团圆或者是亲戚朋友过来的时候，就是一道百吃不厌的硬菜。怎么做都好吃。山区里在房前屋后挖坑蓄水，本意是为了生产生活方便，广东人称为荡仔。唐朝时有人在坑里养鱼，便称其为荡仔鱼。如今农村家庭早已不用荡仔里的水，但是荡仔养鱼的习俗却一直保留至今。
邱红云是村里的后备干部，家里主要还是种田。我家里面就挖了一个这样的鱼坑，就是说顺着溪流的方向，把水引进来的进水口。以后在那边的话，在鱼塘的那一边的话，就是我们的排水口。以后这样就保持我们有一个就是流动的活水。山溪清澈见底，终年流淌，形成独特的微流水环境。投放的鱼苗品种单一，没有异类的角逐，生息时间更充足。我们这个水都是从山泉水来的，那个水温比较低，所以说我们这个鱼长得比较缓慢。春分的前后，就是说投放那个鱼苗，到7、8斤重的时候，它就长得快一点，因为它就适应了这个环境了嘛。山顶的日落来得似乎更早一点。邱红云又来到家里的鱼池边，准备割草喂鱼。我现在割的这个，我们这里叫做象草。平时那些红薯叶啊，还有那个木薯叶啊，还有地里面那些杂草，我们都会拿来喂鱼。在山泉水滋养下长大的鱼，出落得肥而多肉，肉质坚韧紧致，香滑鲜甜，入口爽脆，并且久煮不烂，基本没有泥味儿及腥味儿，成为当地招待贵客的首选菜式。中秋临近，在外打工的妹妹回家过节，为了让妹妹能吃到久违的家乡菜，邱红云和妹妹一起开始捞鱼。有7斤、7、8斤有。太甜了。老广的餐桌讲究星辰搭配，选取油脂最厚、骨刺最少的鱼腩部位，同梅菜一起入锅清蒸。丰腴的腩肉让脆嫩的梅菜吸饱油脂，带有鱼的香味儿，而梅菜的咸更增鱼肉的鲜甜风味儿，两者相衬，足令人大快朵颐。看到哥哥忙里忙外，妹妹邱艳红也过来帮忙。我在广州工作，今年吃酸菜鱼。我们家乡这个鱼品质那么好，要是拿来做酸菜鱼，肯定很好吃。酸菜洗净炒干水分备用，鱼肉切成薄片，鱼骨鱼头油煎之后煮汤，煮至汤浓味出，放鱼肉煮至80%熟。干花椒、鲜花椒、辣椒用油爆香，趁热淋上。在滋滋啦啦的声音中，屋子里充满酸菜鱼氤氲的酸香味儿。酸菜开胃提神，帮助消化；鱼肉则一扫清蒸的丝纹，变得爽脆可口。晚上，月光如水，家人团聚之时，吃着自家养的鱼，虽然简单，但格外香甜与踏实。阿羅師傅啊，好快咧，我哋要進入新年啦！我希望咧，廚房可以咧係推出幾道咧係適合我哋4會人去試嘅一啲菜式嘅。不如我哋攞鴨嚟做幾個菜式俾大家試下。好喎，啲鴨咧有好多種做法啦，陳皮鴨啊，米水鴨啊，翅鴨啊，八寶鴨啊。
罗伟光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帮着做香厨的父亲打下手，学厨多年，出品的菜式非常具有地方特色。年底临近春节时，接到推出经典菜式的任務，雖然只有不到1個月的時間，但羅偉光胸有成竹，沒有絲毫擔心。四會咧山清水秀啊，有好多靚嘅食材啊，我好中意用鴨嚟做菜，保證好好食。鴨肉含有多種人體必需的微量元素，也是人們進補的優良食品。這次也成為羅偉光做菜的首選材料。羅偉光起早貪黑，沒日沒夜地跟着父親幹了10幾年，除了學會做人，還繼承了老父親的一手絕活。我老豆咧係一名香廚，做菜非常好食嘅，特別咧佢做嘅八寶鴨超正。其次係自己冇學好，但偏偏呢個門手藝咧俾我學到嘅喎。八寶鴨是上海、蘇州一帶的特色傳統名菜，是把8種不同的食材填進鴨的身體裡，變身成為餐桌佳肴。當一隻豐腴飽滿的八寶鴨上桌時，在撲鼻的香氣下，人們切開棕紅色的鴨子，享受開盲盒似的驚喜一刻。外面的鴨皮酥脆，鴨肉鮮嫩爽口，而裡面的食材借助鴨油浸潤之後，變得瓷糯鬆散，鹹鮮香醇。吃上一口，滿滿的幸福感遍佈全身。正是其名字的寓意，豐富的口感，美味的八寶鴨流傳至今，並成為不同菜系裡的經典。做熟不做生，羅偉光說幹就幹，趁着休息的時間去走訪養鴨場。哎，老細你好。你好。你度養咩品種嘅鴨啊？番鴨。可以養多少隻啊？我一個場地可以容納15000隻，我只養到5000隻哦，讓它做寬敞一點哦。運氣不錯，羅偉光找到一處符合自己要求的養鴨場。番鴨是鴨類裡有名的肉鴨，體軀寬厚，肌肉豐滿，性情溫順。養鴨場靠山面水，場主重慶人李慧華陪伴鴨子度過了30多年的青春。這個養鴨子這個行業啊，是我們祖傳來的啊，從16歲就開始養了這個鴨了。哇，老闆，你這鴨子看起來很精神哦，是有什麼秘訣啊？環境要好，水質要好，養的鴨出來就比較亮啊。番鴨要養80天左右才能出籠啊，它吃草的，肉質好啊。找到了符合自己要求的鴨子，羅偉光即刻動手，準備做幾道菜給大家品嘗。赤鴨是粵菜裡口味較重的做法，簡單但是美味。赤就是把油入鍋燒熱後再放入鴨子，用油溫慢慢地把鴨子煎到表皮金黃的過程，之後再放入料頭爆香，把煎好的整鴨入鍋，燜煮30分鐘即可。鴨肉油煎後會變得更加緊實，燜煮之後也不會爛糊，吃起來仍有嚼勁。一口咬下去的時候，肉汁的濃香才會充盈口腔。鹽水鴨是另一道清淡但很入味的菜式。鴨子整隻醃製1天，然後蒸至半小時。廣式鹽水鴨香氣濃郁，入口似臘鴨，但又少了辣味的鹹，
反而提升了鸭肉的鲜。八宝鸭很早就传入广东，在经过多位前辈的改良之后，也成为粤菜的经典菜式。罗伟光的八宝鸭做法主要是继承自父亲，同時也加入了自己的理解。八寶鴨最緊要嘅就係全鴨去骨，鴨翼咧皮咧好薄嘅，起嗰時咧要小心，唔好整破皮。呢度就鴨嘅大髀骨啦，啲鴨肉即係洗乾淨要。呢個鴨屁股呢度咧，呢度有2粒好腥嘅，一定要去除啦。嗱，呢個就係啱啱起好嘅鴨，去咗骨噶啦，裝水都唔會漏嘅，咁我哋知成功啦。先將薏米、黑米、蓮子、蠔豉、燒肉、瑤柱、花生、冬菇浸泡處理好，混合均匀並調味，在鴨脖處打結封口，放入熱水焯水定型，鴨身略略油煎，老抽上色，加水焖煮2個半小時。這款八寶扒鴨將傳統技法和懷舊口味展示得淋漓盡致，鴨肉酥軟嫩滑，餡料香濃軟糯，蘸上湯之後口感豐富，餘味無窮。嚟啊！大家我哋一齊試試我哋今次啲新菜，都幾有八寶鴨啲特色嘅。好食好食。品嘗試菜的日期到了，羅偉光的鴨系列菜式受到各位的讚賞，也讓他對父親的廚藝有了更進一步的理解。包羅萬有。做菜同做人一樣，用心認真去做嘅菜，人哋會感受到嘅。一方水土的美食，一樣受益於這方水土的開放與包容。在粵菜體系裡，隨處可見各家各派菜系的影子，不問英雄出身，也不懼未來風雲。粵菜師傅們博采中外，無論派系，凡好必納，粵食無界。广东卫视美好生活倡导者。